农历7月半刚过，新北泸州的老社区还飘着普渡的香灰味。清晨7点半，两辆搬家公司的货车停在陈家透天厝门口，工人正一箱箱往车上搬纸箱，纸箱上用马克笔写着西西的书、厨房餐具、冬季衣物。张李招娣穿着家居服，踏着拖鞋从楼上冲下来，一把抓住最前面的纸箱，一屁股坐在门槛上，拍着大腿就哭嚎起来。反了啊，真是反了！林婉瑜，你这个查某捡仔，你想干什么？趁我去庙里拜拜，你偷偷搬东西，你要把我孙女带去哪里？林婉瑜站在玄关，穿着简单的白衬衫牛仔裤，头发扎得利落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她手里攥着2份文件，一份是高雄左营某国小的转学同意书，一份是新购公寓的权状副本。妈，我跟志远已经商量好了，工作调去高雄分公司，西西也转去那边读书。今天搬过去，以后就不常回来了。他语气平静，像在说今天要去买个菜一样平常。不常回来。张李招娣猛地站起来，指着他的鼻子骂：我看你是想把我孙女拐走。我告诉你林婉瑜，西西是我们陈家的孙女，你别想带她走。你自己走可以，把孩子留下。妈，西西是我女儿，我是她的法定监护人，我带她走天经地义。林婉瑜抬眼看向他，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温顺，还有以后没事的话就不用联系了。你说什么？张李招娣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不联系？我是志远的妈，是西西的阿妈。你说不联系就不联系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他转头冲楼上喊：陈志远，你给我下来！你老婆要带着你女儿跑了，你还在上面磨磨蹭蹭干什么？你管不管你老婆？陈志远提着最后一个行李箱从楼上下来，脸色疲惫，眉头皱成一团。妈，婉瑜说的是真的，公司派我去高雄当主管，是升迁，机会很难得。我们过去定居，以后有空会回来看你的。看我？我看你们是想彻底躲开我。张李招娣气得胸口起伏，是不是因为我平时对西西严了点？他一个查某男仔，我没让他缺吃少穿，还要怎么样？难道要我像宠佑佑一样宠他？他能跟佑佑比吗？佑佑是我们陈家的金孙，是传宗接代的。又是这句话。林婉瑜听了7年，从怀孕听到女儿7岁，听到耳朵都起茧了，听到心一点点凉透。以前她会忍，会笑着打圆场，会跟自己说老人家观念老，别计较。可今天她不想忍了。妈，既然你觉得佑佑才是陈家的根，那以后你就跟着佑佑，跟着志明他们过就好了。林婉瑜接过丈夫手里的行李箱，放在门口。我跟西西就不打扰你们含饴弄孙了。这房子是我们婚后买的，我已经挂中介了，卖的钱分一半给你。不用了，就当是这些年你帮我们带孩子的辛苦费。反正你也没怎么带过西西，天天都在照顾佑佑。张李招娣愣住了，她没想到平时温顺的像只绵羊的大儿媳，居然会说出这种话。以前不管她怎么偏心，怎么苛待孙女，林婉瑜都是笑着应着，从来不会顶嘴，更别说提搬走、不联系这种话。她一直觉得这个儿媳好拿捏得很。你敢？张李招娣色厉内荏，我是你婆婆，你敢跟我断绝往来？不怕亲戚邻居笑掉大牙？不怕天打雷劈？妈，日子是过给自己的，不是过给别人看的。林婉瑜示意工人继续搬，我跟西西过得好不好，比别人的闲话重要。还有，他顿了顿，看着张李招娣发白的脸，一字一句说，这些年你怎么对西西的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没跟你吵过，不代表我不计较，我只是不想让孩子在吵架的环境里长大。现在我们走了，你眼不见为净，不用天天看着孙女心烦，我们也清静，挺好的。工人把最后一箱东西搬上车，货车引擎发动的声音嗡嗡作响。陈志远看着他妈苍白的脸，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最后还是叹了口气，拍了拍他的胳膊，妈，你多保重身体，我们安顿好了会给你打电话的。打什么电话？
张李招娣猛地甩开他的手，你们走，走了就别回来，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，没西西这个孙女。他气得转身冲进屋里，砰的一声甩上了门。林婉瑜没回头，拉开车门坐了进去。西西坐在儿童安全座椅上，抱着自己的小兔子玩偶，小声问妈咪，我们以后真的不用再看阿妈脸色了吗？林婉瑜摸了摸女儿的头，声音温柔又坚定，对，宝贝，以后我们在高雄有自己的家，只有我们一家三口，开开心心的。西西眼睛亮了起来，用力点了点头。货车缓缓驶离住了7年的社区，透天厝的红砖墙一点点往后退。林婉瑜靠在椅背上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7年了，整整7年的隐忍和退让，终于在今天画上了句号。张李招娣以为他只是闹脾气，以为他们过阵子就会回来，可他不知道，这一走就是真的断了。他不会再让女儿活在重男轻女的阴影里，不会再让女儿小心翼翼看阿妈脸色过日子。谁爱当金孙谁当去，他的女儿他自己疼。第2章，嫁入陈家，从期待到新娘。林婉瑜和陈志远是大学同学，恋爱谈了4年，毕业第3年结的婚。第一次上门见家长的时候，张李招娣拉着他的手笑得和蔼，问长问短，还给他煮了猪脚面线。那时候林婉瑜以为自己遇到了个好婆婆。她从小家里条件不错，父母都是老师，知书达理，也教她要孝顺长辈，夫妻之间要互相体谅。结婚的时候，爸妈陪嫁了200万，加上她自己的积蓄，和陈志远一起凑了首付，买下了泸州这栋3层透天厝。当时说好的，2楼他们小夫妻住，3楼留给婆婆，1楼是客厅厨房，一大家子住在一起，热热闹闹的。刚结婚那半年，日子确实过得不错。婆婆会做好早饭等他们起床，衣服也会帮忙洗，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林婉瑜也懂事，每个月给3万块家用，逢年过节买金饰，买保养品，从来没亏待过婆婆。她以为真心能换真心，直到她怀孕，刚验出2条线的时候，婆婆特别开心，天天炖补品给她吃，嘴里念叨着我的金孙哦，阿妈给你补身体。林婉瑜那时候还笑，妈，还不知道是男生女生呢，肯定是男生。张李招娣拍着胸脯，我找人算过了，你这胎就是男孩，我们陈家的长孙肯定错不了。林婉瑜当时没往心里去，只觉得老人家盼孙子正常。可随着肚子越来越大，婆婆的念叨也越来越多，你要多吃点酸的，酸儿辣女，吃酸的才会生男孩。别穿那么宽松的衣服，我看你肚子尖尖的，肯定是儿子。昨天我去大庙拜祝生娘娘，求了生男福，你泡水喝掉。林婉瑜心里有点不舒服，但也都忍了。她想着，不管男孩女孩，生下来老人家都会疼的。结果生产那天，护士抱着孩子出来，说恭喜，是个漂亮的小妹妹。林婉瑜清楚地看到，婆婆脸上的笑瞬间就垮了，连孩子都没抱一下，转身就坐在走廊的椅子上，脸拉得老长。陈志远过去劝她，她还小声嘟囔，怎么会是女孩呢？算命的明明说是男孩啊，真是没用，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。那句话隔着产房的门，林婉瑜听得清清楚楚。她刚生完孩子，浑身是汗，伤口疼得厉害，听到这句话，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。出院回家之后，婆婆的态度一落千丈。以前天天炖的补品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稀饭配酱菜，说生女孩不用补那么好，浪费钱。孩子哭了，婆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动都不动，说查某男仔爱哭就让他哭，哭够了就不哭了。林婉瑜坐月子，自己起来给孩子换尿布、冲奶粉，半夜熬得眼睛通红。陈志远让他妈帮忙搭把手，张李招娣直接说，我当年生志远志明的时候，还不是自己带。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娇贵，生个丫头片子而已，还当金贵了。林婉瑜都忍了，她跟自己说，老人家观念老，重男轻女很正常，等孩子长大了，可爱懂事，婆婆慢慢就会喜欢了。
他给女儿取名叫念希，希望她一生都像清晨的阳光，温暖明亮。可西西的童年却因为阿妈的偏心蒙上了一层阴影。西西2岁的时候，小叔子陈志明的儿子出生了，就是陈佑佑。弟媳王淑芬刚生完，婆婆拎着一篮子土鸡、燕窝、低鸡精就冲去了医院，守在病房里，笑得合不拢嘴，一口一个我的金孙哦，阿妈的宝贝。对比她当年生西西的时候，婆婆连医院都只待了半个小时就走了。林婉瑜看着病房里其乐融融的一家人，抱着怀里的西西，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，但她还是没说什么。她想着，小叔子的儿子也是婆婆的孙子，老人家疼长孙正常，她自己的女儿自己疼就好了。可她没想到，人的偏心是没有底线的。佑佑出生之后，婆婆更是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金孙身上。西西的玩具佑佑喜欢，直接拿走。婆婆说妹妹要让着哥哥，哥哥是男生，以后要传宗接代的。西西的零食佑佑想吃，全部拿走。婆婆说妹妹吃那么多干嘛？男生正在长身体，要多吃点。家里什么好东西永远先紧着佑佑。每次小叔子一家过来，婆婆忙前忙后做一桌子菜，全是佑佑爱吃的。而西西爱吃的玉米浓汤，她从来都记不住，偶尔做一次，也是因为佑佑也爱喝。林婉瑜不是没跟陈志远抱怨过，可每次陈志远都只会说，婉瑜，我妈年纪大了，观念改不了，你就多忍忍吧。都是一家人，别计较那么多。再说了，佑佑是长孙，我妈疼他一点也正常。咱们西西懂事，不会在意的。懂事。林婉瑜看着女儿小心翼翼把自己的玩具藏起来，看着女儿想吃蛋糕却不敢伸手，看着女儿被佑佑推倒了也不敢哭，只敢偷偷抹眼泪。她的心像被揪着一样疼，可她还是忍了。她不想让这个家散了，不想让女儿在单亲家庭长大。她总想着再等等，等孩子大一点就好了，等婆婆年纪再大一点就好了。可她没等到婆婆变好，反而等来了越来越过分的苛待。第3章，日常偏心，被吃掉的草莓蛋糕。西西上国小1年级之后，懂事的让人心疼。她知道阿妈不喜欢她，所以在家里总是安安静静的，不敢吵也不敢闹。阿妈叫她做事，她跑得飞快，佑佑抢她东西，她也只会默默让开。她总跟林婉瑜说，妈咪，我乖乖的，阿妈会不会就喜欢我了？每次听到这句话，林婉瑜都鼻子发酸，只能抱着女儿说，妈咪喜欢西西就够了呀。1年级上学期期末考，西西考了双100分，拿到了人生第1张奖状。她特别开心，放学路上攥着奖状，一路小跑回家，想第一个给阿妈看。那天刚好小叔子一家也在，佑佑考了全班倒数第5，正被王淑芬骂。西西举着奖状，兴冲冲的跑到张李招娣面前，阿妈阿妈，你看，我考了双100分，老师给我发奖状了。他仰着小脸，眼睛亮晶晶的，等着阿妈夸他一句。可张李招娣只是扫了一眼，撇了撇嘴，考双100分有什么用？查某男仔读再多书，以后还不是要嫁人，浪费钱。他伸手拿过奖状，随手扔在茶几上，转头就去哄闹脾气的佑佑。哎呦，我的金孙别哭了，考不好没关系，我们男生聪明，以后认真读就好了。走，阿妈带你去买玩具。佑佑立刻破涕为笑，路过茶几的时候，一脚踩在西西的奖状上，踩了个黑脚印。西西看着被踩脏的奖状，眼眶一下子就红了，咬着嘴唇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不敢掉下来。林婉瑜刚好下班回来，看到这一幕，气得手都抖了。她走过去，捡起奖状，擦了擦上面的脚印，抱着女儿，声音有点冷，妈，西西考了双100分，你不夸就算了，也不能这么说她吧。女孩子读书怎么就浪费钱了？我说错了吗？张李招娣脸一沉，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以后还不是要去别人家当媳妇？佑佑就不一样了，他是我们陈家的根，以后要继承家产的，当然要疼他。家产？
林婉瑜气笑了，这房子是我跟志远买的，家里开销大部分都是我出的，哪来的家产给佑佑继承？你这是什么话？张李招娣拔高声音，你嫁进我们陈家，你的钱就是陈家的钱，以后当然都是我金孙的。妈，你这话就不讲理了。我不讲理。张李招娣往沙发上一坐，拍着大腿就开始哭，哎呀我命苦啊，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啊，现在连说句话都要被儿媳顶啊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陈志远刚好下班回来，一进门就看到他妈在哭，赶紧过去劝。问清楚事情之后，他拉着林婉瑜进房间，皱着眉说，婉瑜，你怎么又跟妈吵架？她年纪大了，你让着她点不行吗？我让着她。那西西呢？林婉瑜红着眼睛，女儿考了双百分，高高兴兴回来，想让奶奶夸一句，结果被说成浪费钱，奖状还被踩了。你就不心疼？心疼归心疼，可妈观念就是那样，你跟她吵也没用啊。陈志远叹了口气，再说了，佑佑还小，不懂事，踩了奖状也不是故意的，你就别计较了，回头我给西西买个礼物，哄哄她。又是这样，每次都是她让着点，别计较。林婉瑜看着丈夫疲惫的脸，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算了，吵也吵不出结果。她走出房间，看到西西蹲在客厅角落，用橡皮擦小心翼翼地擦着奖状上的脚印，擦的手指都黑了。宝贝，别擦了。林婉瑜蹲下来，抱着女儿，妈咪给你买个相框，把奖状裱起来，挂在我们房间里好不好？西西点点头，把脸埋在他怀里，小声说，妈咪，阿妈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生？林婉瑜鼻子一酸，紧紧抱着女儿，没有，西西这么可爱，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呢？是阿妈年纪大了，眼神不好，看不到我们西西的好。那天晚上，她把女儿的奖状工工整整裱起来，挂在了床头。她在心里告诉自己，以后一定要更努力，给女儿更好的生活，让她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。真正让林婉瑜开始心寒的是草莓蛋糕事件。西西7岁生日那天，林婉瑜特意订了女儿最爱的草莓鲜奶油蛋糕，上面摆了7个小蜡烛，还有个小兔子的装饰。她下班拎着蛋糕回家，一开门就看到佑佑正趴在餐桌上，用手挖着蛋糕上的草莓吃，整个蛋糕被弄得乱七八糟，奶油抹得到处都是。张李招娣站在旁边，笑着说，慢点吃慢点吃，别噎着，不就是个蛋糕吗？喜欢就多吃点。妈，林婉瑜走过去，脸色沉了下来，这是我给西西订的生日蛋糕，你怎么能让佑佑随便吃？哎呀，不就是个蛋糕吗？多大点事？张李招娣满不在乎，佑佑放学回来饿了，看到桌上有蛋糕就吃了，都是一家人，吃你个蛋糕怎么了？今天是西西生日，这是她的生日蛋糕。林婉瑜的声音有点抖，你们想吃不会自己买吗？为什么要动孩子的生日蛋糕？生日怎么了？查某囡仔过什么生日，浪费钱。张李招娣撇撇嘴，以前我们那个年代，女孩子生日连颗蛋都没得吃，现在有蛋糕吃就不错了，还挑3拣4的。再说了，佑佑是哥哥，吃妹妹几口蛋糕怎么了？当妹妹的孝敬哥哥不是应该的。这时候，西西背着书包从房间里跑出来，看到被糟蹋的不成样子的蛋糕，小嘴一瘪，眼泪唰的就掉了下来。我的蛋糕，我的小兔子蛋糕，他盼了整整1个月的生日蛋糕，就这么没了。哭什么哭？张李招娣瞪了他一眼，不就是个蛋糕吗？有什么好哭的？女孩子家家的，就知道哭哭啼啼，晦气。你够了！林婉瑜终于忍不住了，对着张李招娣喊了一句。这是她嫁进陈家7年，第一次对婆婆大声说话。张李招娣愣住了，随即就撒起泼来，你敢吼我？林婉瑜，你反了天了！为了个破蛋糕，你敢吼我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家我说了算。我说蛋糕给佑佑吃，就给佑佑吃。就在这时，陈志远回来了。一如既往，他先安抚他妈，然后又来劝林婉瑜，婉瑜，别生气了，
妈也不是故意的，不就是个蛋糕吗？我再去买一个好不好？不是蛋糕的事。林婉瑜看着他，眼里满是失望，是西西的生日，是他盼了1个月的蛋糕。你们有没有人考虑过他的感受？哎呀，孩子嘛，轰轰就好了。陈志远还是和稀泥，走，我们带西西出去吃，再买个新蛋糕，别在家惹妈不高兴了。最后，他们一家3口出去吃了饭，重新买了个小蛋糕。西西吹蜡烛的时候，还是闷闷不乐的。林婉瑜看着女儿委屈的小脸，心里第一次冒出了搬走的念头。这个家从来就不是他和女儿的家，在这里，他们永远是外人，是要给金孙让路的存在。只是那时候，她还抱着一丝希望，觉得丈夫总会站在他们这边的。可后来发生的事，让她彻底死了心。第4章，放学失踪，大雨里的门卫室。西西上2年级之后，学校离家不远，走路大概10分钟。一开始都是林婉瑜下班顺路接她，后来公司忙，经常加班，张李招娣就说她反正没事，可以帮忙接孩子。林婉瑜还挺感激的，每个月多给了5000块零花钱，让她买点爱吃的。她以为再怎么不喜欢，毕竟是亲孙女，接孩子放学总不会出问题。可她错了。那天下午，台北下着大雷雨，雨点砸在窗户上噼里啪啦响。林婉瑜加班到6点，掏出手机一看，没有婆婆的消息，以为孩子早就接回家了。结果快7点的时候，她接到了学校门卫的电话。请问是陈念希的妈妈吗？孩子现在还在门卫室这里，没人来接，雨太大了，你们能不能过来接一下？林婉瑜脑子嗡的一声，抓起包就往外跑。怎么会没人接？他奶奶不是去接了吗？没有啊，我们放学等到现在，一直没人来。孩子淋了点雨，有点发冷，你们快点来吧。林婉瑜开车往学校赶，雨刮器开到最大，还是看不清路。她心里又急又怕，万一孩子出事了怎么办？赶到学校的时候，就看到西西缩在门卫室的角落，身上的校服湿了一大片，头发滴着水，抱着膝盖，小声的哭。看到妈妈进来，西西哇的一声扑过来，妈咪，我以为你不要我了。宝贝，对不起，妈咪来晚了。林婉瑜抱着女儿，心疼的不行，摸了摸她的额头，有点烫。她抱着女儿往家走，一路上都在想，婆婆为什么没去接孩子？难道是忘了？结果一回到家，就看到客厅里热热闹闹的，张李招娣、小叔子夫妻俩还有佑佑正围在餐桌前吃火锅。佑佑拿着新的变形金刚，笑得特别开心。原来下午佑佑放学的时候说想去玩具反斗城，婆婆直接就带着她去了，买了玩具又去吃火锅，把接西西的事忘得一干二净，甚至连个电话都没打一个。她根本就没想过下这么大的雨，孙女一个人在学校门口，会不会害怕，会不会淋雨生病。林婉瑜抱着湿淋淋的女儿站在门口，浑身发冷，比外面的雨水还要冷。妈，你今天没去接西西？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一点。张李招娣抬头看了一眼，无所谓的说，哦，忘了。佑佑说要买玩具，我就带他去了。反正学校离家近，他自己走回来也没事啊，都2年级了，多大点事？多大点事？林婉瑜的声音都在抖，下那么大的雨，他一个7岁的孩子，你让他自己走回来，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能出什么事啊？我们志远小时候3年级就自己上下学了。张李招娣皱起眉，就是你太娇惯孩子了，查某男仔不用那么金贵，锻炼锻炼也好。再说了，他不会自己躲雨啊，笨手笨脚的，淋雨也是活该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林婉瑜气得手都抖了，她是你亲孙女，你就一点都不担心？担心什么？女孩子家哪有那么娇气？张李招娣夹了块肉给佑佑，我们佑佑要是淋雨了，我才心疼呢。男孩子可不能生病。王淑芬在旁边慢悠悠地说，大嫂，妈也不是故意的，你就别生气了。西西皮实，淋点雨没事的，不像我们佑佑，从小身体弱，
一点都马虎不得。林婉瑜看着这一家人，只觉得陌生的可怕。她没再说话，抱着女儿转身上楼，给女儿洗澡换衣服，喂了感冒药。西西烧到38度5，昏昏沉沉的睡着，嘴里还念叨着阿妈忘了接我。林婉瑜坐在床边，守着女儿，眼泪无声的掉了下来。她到底是为了什么，要让女儿在这个家里受这种委屈？就为了一个看似完整的家。可这样的家，对女儿来说，真的好吗？陈志远回来的时候，已经快9点了。他听他妈说了事情经过，上楼看到林婉瑜红着眼睛，孩子发着烧，也有点生气，下去跟他妈说了2句。结果张李招娣又哭又闹，说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，说自己辛辛苦苦帮忙带孩子，还要被指责。最后陈志远又败下阵来，回来跟林婉瑜说，婉瑜，妈知道错了，她以后不会了，你就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她知道错了。林婉瑜冷笑，她刚才在楼下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她说西西淋雨是活该。哎呀，她就是嘴硬，心里肯定知道错了。陈志远叹了口气，你也知道，他这辈子就这观念，改不了了。我们做晚辈的，多担待点吧。担待？林婉瑜看着他，陈志远，那是你女儿，她今天差点出事，你就一点都不生气？生气啊，可生气能怎么办？那是我妈，我总不能跟她翻脸吧。林婉瑜看着丈夫为难的样子，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她知道陈志远孝顺，从小被他妈拉扯大，不容易。她再一次选择了忍让，只是这一次忍让的同时，她心里开始悄悄盘算别的事情。她不能再把女儿的安全寄托在婆婆的记性和良心上，她必须为女儿，也为自己找一条退路。第5章，安亲班费，被挪用的学费。林雨事件之后，林婉瑜不敢再让婆婆接孩子了。她给西西报了学校附近的安亲班，放学后老师接去写作业，还管晚饭，她下班再去接。安亲班1学期学费3万6，她一次性交了1学期的钱，特意跟婆婆说了，以后不用她接孩子了，省得她老人家累。张李招娣当时没说什么，只是撇了撇嘴，嘀咕了一句，真浪费钱，女孩子读那么多有什么用？林婉瑜没理她，只要女儿安全，花多少钱都值得。可她没想到，连安亲班的钱，婆婆都能打主意。学期中，安亲班老师突然给她打电话，说西西的学费只交了半个学期，剩下的一半还没缴，问她什么时候能补一下。林婉瑜愣住了，不可能啊，我开学的时候就把1学期的钱都给我婆婆了，让她去交的。没有，我们这边只收到了1万8，是陈太太交的，说剩下的之后再补。老师说。林婉瑜挂了电话，心里沉了一下。她当时因为加班走不开，取了3万6现金给婆婆，让她帮忙去安亲班缴费。婆婆当时答应的好好的，她以为早就交完了，怎么会只交了一半？晚上回家，她趁婆婆看电视的时候问起这件事。妈，安亲班的学费，你是不是只交了一半？老师打电话来催了。张李招娣眼神闪了闪，有点不自然地说，哦，那个啊，最近手头有点紧，就先交了一半，剩下的过阵子再给。手头紧？林婉瑜皱起眉，我每个月给你3万家用，5000零花钱，怎么会手头紧？安亲班的钱我是单独给你的，3万6，你当时收了的。哎呀，那钱我用了。张李招娣索性也不装了，往沙发上一靠，又要报围棋班，还要买乐高，钱不够，我就先拿这个钱用了。都是一家人，用点钱怎么了？那是西西的安亲班学费。林婉瑜气不打一处来，你怎么能随便挪用孩子的学费？又要报班，你不会跟志明他们要吗？志明他们赚钱少，压力大，我这个当妈的当然要帮衬点。张李招娣理直气壮，你们赚得多，条件好，帮衬一下弟弟怎么了？再说了，西西一个女孩子，上什么安亲班，放学自己回家写作业不行吗？浪费那个钱。我女儿上不上安亲班，轮不到你来决定。林婉瑜语气冷了下来，
那36000是我给西西交学费的，你赶紧补上去，不然安亲班要停掉西西的名额了。停就停啊，正好不用上了，省点钱。张李招娣满不在乎，查某囡仔，功课过得去就行了，以后嫁个好人家比什么都强。佑佑就不一样了，他是男生，以后要出人头地的，学围棋开发智力很重要。林婉瑜看着他理所当然的样子，只觉得荒谬又心寒。她没再跟婆婆争辩，转身回了房间，第二天就自己去安亲班把剩下的学费补上了。她也没再跟陈志远说这件事，说了也没用，无非又是我妈不容易，你多担待。她已经听够了。从那天起，她再也没让婆婆碰过和女儿相关的钱，也再也没让婆婆管过女儿的任何事。接送、学费、吃喝、功课，全都是她自己来。哪怕再忙再累，她也不敢假手于人，因为她知道，在婆婆心里，孙女的一切都比不上她的金孙重要。只要金孙需要，孙女的学费可以挪用，孙女的蛋糕可以随便吃，孙女的安全可以抛在脑后。这样的奶奶，不要也罢。这件事之后，林婉瑜正式开始规划离开的事。她先是留意公司内部的调动信息，高雄分公司刚好缺一个部门主管，他符合条件，薪资能涨30%，还能领搬迁补贴。他偷偷投了申请，跟主管聊了好几次。然后他开始看高雄的房子，左营那边学区不错，离新公司也近，环境比泸州好，房价也比台北便宜。他用自己的积蓄，加上爸妈资助的一部分，付了首付，买了一套2居室的电梯公寓，写的是他自己的名字。这些事他都瞒着家里所有人，包括陈志远。他不是不信任丈夫，而是他知道，只要他妈一哭二闹，他就会动摇。他不能让任何人破坏他和女儿的新生活，他要等一切都安排妥当再摊牌。到时候就算陈志远不同意，他也会带着女儿走。他已经忍了7年，忍够了。第6章，暗中布局，悄无声息的转学手续。接下来的半年，林婉瑜一边照常上班照顾女儿，一边悄悄办理各种手续。她利用出差的机会去高雄看了好几次房子，签了购房合同，办了贷款，找了装修公司，按照西西喜欢的风格装了公主房，刷成了淡紫色，还做了整面墙的书架。她去看中的那家国小提交了转学申请，因为户籍迁过去之后符合学区要求，学校很快就发了同意函。她甚至联系好了高雄的安亲班，还有女儿喜欢的画画班，都提前报了名。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，家里没有人发现异常。张李招娣还是天天围着佑佑转，偶尔对西西冷嘲热讽几句。陈志远还是天天忙工作，以为家里一切如常。他们都觉得林婉瑜还是那个温顺好拿捏的儿媳，永远不会反抗。只有西西隐约知道一点，因为妈妈有时候会给她看高雄新家的照片，问她，宝贝，你看这个房间漂不漂亮？以后我们住在这里好不好？西西每次都眼睛发亮，用力点头，好。这里有我的小书桌吗？有地方放我的小兔子吗？都有。林婉瑜笑着摸她的头，还有专属你的小阳台，可以种你喜欢的太阳花。那阿妈会来吗？西西小心翼翼地问。林婉瑜看着女儿胆怯的眼神，心里一疼，认真地说，不会。就我们一家3口，只有妈咪、爹地，还有西西。没有人会抢你的东西，没有人会骂你，好不好？西西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，扑进他怀里，用力点头，好。他太期待了，期待一个不用看阿妈脸色的家，期待一个可以安心吃蛋糕、安心玩玩具的家。林婉瑜也跟陈志远旁敲侧击提过几次高雄的工作机会。一开始陈志远还犹豫，说妈年纪大了，离不开人。林婉瑜就跟他分析，高雄的薪资涨30%，还有住房补贴，过去之后发展空间更大。我们现在压力多大啊，房贷、家用、西西的学费，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。妈这边有志明他们啊，佑佑是金孙，
以后肯定是志明给妈养老。我们过去打拼几年，多赚点钱，以后回来给妈请个佣人，不是更好？他句句都站在陈家的角度考虑，说得合情合理。陈志远本来就对现在的工作有点倦怠，升迁无望，被他说的有点动心了。加上林婉瑜已经提前跟高雄分公司的主管打好了招呼，内推了陈志远，那边也愿意给他一个经理的职位。双重利好之下，陈志远终于松了口，同意考虑看看。林婉瑜没急，慢慢给他做思想工作。一会儿说高雄空气好，适合居住，一会儿说那边学区好，对西西读书有帮助，一会儿又说离小叔子他们远点，也少点家庭矛盾。陈志远本来就夹在老婆和妈妈之间累得慌，一想到不用天天处理婆媳矛盾，也有点心动。花了2个多月，他终于彻底同意了，接受了高雄的职位。他自己去跟张李招娣说的时候，张李招娣一开始还不愿意，说你们走了，谁给我养老？陈志远按照林婉瑜教他的说辞，说过去是升迁，赚更多钱，以后回来给你买更大的房子，又不是不回来了，放假就回来看你志明他们在身边，又陪着你，多好。张李招娣一听能赚更多钱，而且小儿子和金孙还在身边，也就没反对了。他还以为儿子儿媳只是去高雄工作几年，以后还是要回来的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林婉瑜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再回来，更没想到林婉瑜连转学、买房都办好了，就是为了彻底离开这个家。确定了调动之后，林婉瑜才开始慢慢收拾东西。她只收拾自己和女儿的，还有他们夫妻的共同物品。婆婆的东西，还有陈家的旧物件，她一样都没动。她就像在整理一个临时住所，而不是住了7年的家。张李招娣看着她收拾东西，还在旁边念叨，去了高雄要省着点花钱，别大手大脚的，赚了钱记得寄回来，我帮你们存着。还有西西就不用报那么多才艺班了，浪费钱，女孩子家家的，学好家务就行了。林婉瑜一边收拾东西，一边随口应着，不反驳，也不认同。反正以后这些话她都听不到了。她越收拾，心里越轻松，就像卸下了一个背了7年的沉重包袱。马上，她和女儿就要迎来新生活了。第7章年夜饭，撕碎的画画比赛奖状。决定搬走之后，林婉瑜本来想早点走的，可陈志远说过完年再走，陪妈吃最后一顿年夜饭。林婉瑜想了想，答应了，就当是最后一顿团圆饭吧，好聚好散。她没想到，就是这顿年夜饭，让她彻底庆幸自己的决定是对的。除夕那天，小叔子一家早早过来了。张李招娣忙前忙后，做了满满一桌子菜，全是佑爱吃的，糖醋排骨、可乐鸡翅、佛跳墙、虾仁炒饭。西西爱吃的玉米浓汤提都没提。吃饭的时候，张李招娣一个劲的给佑夹菜，碗里堆得像小山一样。西西坐在角落，默默扒着饭，想吃可乐鸡翅，刚伸出筷子，就被婆婆用筷子敲了一下手背。女孩子少吃点肉，会胖，以后胖了没人要。张李招娣皱着眉说，多吃点青菜就好了。西西的手被敲红了，缩了回去，低下头，眼眶红红的。林婉瑜刚想说话，陈志远在桌子底下拉了拉她的手，冲她摇了摇头。林婉瑜深吸一口气，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最后一顿了，没必要吵架。她夹了一块鸡翅放在女儿碗里，轻声说，吃吧，宝贝，想吃就吃。张李招娣脸色沉了沉，没再说什么。吃完饭，孩子们在客厅玩。西西拿出自己画画比赛得的金奖奖状，本来想给爸爸看的，结果佑跑过来，一把抢了过去，揉成一团，扔在地上，还踩了2脚。什么破奖状，难看死了！佑骄纵的喊，你还给我！西西急了，想去捡，不给，就不给。佑把奖状撕成了2半，还哈哈大笑。那是西西准备了3个月的画，每天放学都去画画班练习，好不容易才拿到的金奖。看着被撕碎的奖状，
西西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哭声引来了大人。张李招娣跑过来，看到孙子没事，松了口气，然后对着西西就骂：哭什么哭？不就是一张破纸吗？佑佑撕了就撕了，有什么好哭的？大过年的，哭哭啼啼的，会气不会气？妈，是佑佑撕了西西的奖状。林婉瑜走过来，捡起地上的碎片，声音发冷：这是西西画画比赛得的金奖，他准备了很久的。金奖又怎么样？张李招娣满不在乎，女孩子学画画有什么用？能当饭吃？我们佑佑撕他的东西是给他面子。他转头哄佑佑：我的金孙真棒，撕得好，以后不喜欢的东西就撕掉，没关系。王淑芬在旁边慢悠悠地说：哎呀，小孩子打闹而已，大嫂别那么小气嘛，回头让佑佑跟妹妹说声对不起就行了。他嘴上这么说，却根本没让儿子道歉的意思。陈志远站在旁边皱着眉，却还是那句：婉瑜，算了，大过年的别闹得不愉快，回头我再给西西报个比赛，再拿个奖就好了。算了。林婉瑜看着他，眼里满是失望。陈志远，这不是奖状的事，是你的女儿一次次被欺负，你永远都是让她算了。她也是你的孩子啊，你就不能护着她一次吗？我怎么没护着她了？陈志远也有点不高兴，不就是一张奖状吗？至于这么上纲上线，大过年的你非要闹得大家都不开心。我闹？林婉瑜笑了，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。她看着这一家人，婆婆护着孙子，弟媳事不关己，丈夫永远和稀泥。她的女儿站在那里，哭得肩膀发抖，却没有一个人真正站在她这边。算了，真的算了，她再也不抱任何希望了。林婉瑜没再吵，蹲下来抱着女儿，擦干她的眼泪。宝贝，不哭了，奖状碎了没关系，我们以后还能拿更多，而且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抢你的东西，撕你的奖状了。西西趴在他怀里，哽咽着点头，妈咪，我们什么时候走？很快了。林婉瑜轻轻拍着女儿的背，眼神坚定。过完年就走，再也不回来。那天晚上，林婉瑜在房间里把撕碎的奖状一点点粘好，放进收纳箱里。这是在陈家最后一次委屈，以后她不会再让女儿受任何一点这样的委屈。陈志远进来的时候，看到他在粘奖状，有点愧疚，想说什么。林婉瑜只是淡淡的说：没事，早点睡吧，过完年我们就走。他的语气太平静了，平静的让陈志远心里有点发慌。可他没多想，只当他是还在生气。他不知道，有些失望是攒够了就会走的。第8章摊牌。这房子我们卖了。正月初5刚过，公司开工。陈志远办完了台北这边的交接，定了正月初8搬家。他本来想跟他妈好好说，可没想到搬家这天，他妈直接堵在了门口，撒泼打滚，也就有了第1章的那一幕。张李招娣一开始以为他们只是去高雄工作，家具什么的都不用带，租房子住就行。直到看到搬家公司搬的都是家里的大件家具，连西西的书桌、衣柜都搬，他才觉得不对劲。再听到林婉瑜说以后不常回来，他彻底慌了。闹了半天，林婉瑜油盐不进，张李招娣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。等搬家车走了，他拉着陈志远，哭着说：志远，你跟妈说实话，你们是不是不打算回来了？是不是林婉瑜那个女人撺掇你的？陈志远叹了口气：妈，我们过去定居，工作都定了，长期发展，以后肯定会回来看你的，只是不常回来而已。定居？那房子呢？这透天厝怎么办？房子，婉瑜说挂中介卖了。陈志远有点心虚，反正我们也不住了，卖了也好，在高雄买房子压力也小点。卖了？张李招娣声音都尖了，谁让你们卖的？这是陈家的房子，我还住着呢，你们凭什么卖？妈，这房子当初首付是婉瑜爸妈出了一半，贷款也是我们一起还的，婉瑜是产权人之一，
陈志远解释，而且卖了之后，我们会给你租个好点的公寓，或者你搬去跟志明住也行。我不去，我就住在这里。张李招娣拍着大腿哭，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你现在娶了媳妇，就要把妈赶出去了是不是？林婉瑜那个毒妇，她就是故意的，她就是想报复我。妈，你别这么说婉瑜。陈志远皱起眉，这些年你对西西什么样，你自己心里也清楚。婉瑜心里有气也是正常的，这是他第一次在他妈面前替林婉瑜说话。张李招娣愣住了，不敢置信地看着儿子，你居然帮着他说话，你是不是被他灌了迷魂汤了？妈，我说的是实话。陈志远疲惫地说，这些年婉瑜够忍让的了，是我们对不起他们母女。我不管，反正房子不能卖，我不准你们走。张李招娣撒泼，你要是敢走，我就死给你看。可这一次陈志远没有妥协，他不是突然想通了，而是这半年他也看在眼里。他妈对女儿的偏心和苛待，他不是不知道。以前他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，可那次年夜饭看到女儿哭得那么伤心，他心里也不好受。加上高雄的工作机会确实难得，他也想换个环境，不用天天夹在中间受气。更重要的是，林婉瑜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。他知道林婉瑜是认真的，如果他不走，林婉瑜就自己带着女儿走，到时候他连老婆孩子都没了。权衡之下，他选择了妻女。妈，房子已经挂中介了，很快就能卖掉。陈志远语气坚定，我给你在附近租个2房的公寓，房租我来付。你要是想住志明那边，我每个月也给你生活费。你要是还想闹，那我也没办法。我们今天必须走。说完，他拎起最后一个包，转身就走了，留下张李招娣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，哭天抢地。他这才慌了，他一直以为儿子永远会站在他这边，儿媳永远会忍气吞声。他以为自己拿捏住了这一家人，可到头来人家说走就走，根本不跟他玩了。他的偏心，他的苛待，最终把大儿子一家彻底推走了。第9章，撒泼闹剧，找不到人的恐慌。陈志远追到高雄的时候，林婉瑜已经把家里收拾的差不多了。新家不大，2室1厅，阳光很好，西西的公主房温馨又漂亮，阳台种上了太阳花，客厅收拾的干净整洁，厨房里厨具齐全，处处都是家的味道。比起泸州那个乱糟糟，永远充满争吵和偏心的透天厝，这里才像一个真正的家。陈志远看着忙前忙后的妻女，心里有点愧疚。婉瑜，以前的事，对不起。他站在厨房门口，小声说，以前我总让你忍，没好好护着你们母女，是我不好。林婉瑜正在擦灶台，闻言手上动作顿了顿，没回头，都过去了，以后在这里好好过日子就行。他没有原谅，只是算了，以前的委屈和伤害不会消失，但他不想再纠结过去了，过好以后的日子更重要。陈志远用力点头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工作，好好照顾你和西西，再也不让你们受委屈了。安顿下来之后，西西很快就去新学校报到了。新学校的老师很温柔，同学也很友善。西西性格本来就乖巧，很快就交到了新朋友。她再也不用小心翼翼看别人脸色，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东西被抢走，再也不用听女孩子没用这种话。短短1个月，她就开朗了很多，话变多了，笑容也变多了。放学回家会叽叽喳喳跟妈妈讲学校里的趣事。看着女儿越来越明亮的眼睛，林婉瑜觉得一切都值得。而台北那边，张李招娣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大儿子一家走了之后，他就搬去跟小儿子一起住。一开始还好，天天围着金孙转，不亦乐乎。可时间长了，矛盾就出来了。王淑芬本来就不是省油的灯，以前大嫂在的时候，有大嫂出钱出力，她乐得清闲。现在婆婆搬过来住，天天指手画脚，又要照顾她的饮食起居，王淑芬心里100个不愿意。
家里的开销大了，陈志明赚的又不多，夫妻俩天天因为钱吵架。佑佑被宠得无法无天，在学校打架闹事，老师3天2头叫家长，王淑芬头疼的不行。每次吵架，王淑芬都会把气撒在婆婆身上，指桑骂槐，说她偏心，把大儿子逼走了，现在只能赖在小儿子家。张李招娣以前在家说一不二，现在被小儿媳对，有苦说不出。他这才想起大儿媳的好。林婉瑜温顺懂事，每个月给家用，从不跟他顶嘴，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做饭也好吃。哪像王淑芬，天天睡到中午才起，家务也不做，还动不动给他脸色看。他越想越后悔，开始天天给陈志远打电话，让他们回来。一开始陈志远还接，耐心跟他解释，可他天天打，每次都又哭又闹，还让陈志远把西西送回来，说陈家的孙女不能流落在外面。陈志远被烦得不行，后来就很少接了。张李招娣更气了，直接打给林婉瑜。第一次打过去，林婉瑜接了。林婉瑜，你赶紧带着西西回来，你把我儿子拐走，你安的什么心？张李招娣一开口就是指责。林婉瑜语气平淡，妈，我们在这边挺好的，不打算回去了，你好好照顾自己吧。挺好，我不好。张李招娣撒泼，你赶紧回来，不然我就去高雄找你们，我去你公司闹，去西西学校闹，我看你丢不丢人。林婉瑜听到这话，脸色沉了下来。妈，你要是敢来闹，影响我工作，影响西西读书，那我们就彻底断绝关系。以后你再也别想见到我们，也别想让志远给你寄生活费。你敢？你可以试试，我敢不敢？林婉瑜语气平静，却带着十足的底气，我说到做到。说完，她直接挂了电话，把婆婆的号码拉黑了，微信也删了。她说到做到，要是婆婆真敢来闹，她绝对不会客气。她好不容易才给女儿一个安稳的环境，谁也别想破坏。张李招娣被挂了电话，气得半死，再打过去已经打不通了。他又给陈志远打，陈志远知道他闹到林婉瑜那里去了，也很生气，说了他2句，也很少接他电话了。这下张李招娣彻底慌了，他找不到大儿子一家了，打电话不接，发消息不回，他连他们在高雄住在哪，在哪上班都不知道。他想去高雄找，都不知道去哪找。他这才真正意识到，林婉瑜不是闹脾气，是真的要跟他断绝往来。他以前总觉得儿媳不敢怎么样，儿子永远是他的儿子，可他忘了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失望攒够了就会走。他亲手把对他最好的大儿媳推得远远的，也把自己的大儿子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。第10章醒悟，丈夫的转变。拉黑婆婆之后，世界清静了很多。林婉瑜全身心投入工作，高雄分公司的业务在她的打理下越来越好。陈志远也很努力，新工作上手很快，得到了上司的赏识。下班之后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抱着手机玩，而是会主动陪女儿写作业、画画，周末带他们母女去西子湾看海，去垦丁玩。他慢慢学会了怎么做一个好爸爸、好丈夫。以前他总觉得赚钱养家就行了，家里的事都是女人的。现在他才知道，照顾孩子、分担家务也是丈夫的责任。他也终于明白，以前林婉瑜一个人带孩子，处理婆媳矛盾有多不容易。有一次，西西学校办亲子运动会，陈志远特意请假去参加。他陪着女儿玩接力赛，2人3组，西西笑得特别开心，拿着奖状跑过来，骄傲地说：“爹地，我们拿了第1名。”看着女儿灿烂的笑脸，陈志远心里又暖又酸。以前西西的家长会、运动会，他几乎从来没去过，不是加班，就是被他妈叫去帮弟弟做事。他错过了女儿太多成长的瞬间，也是因为他的缺位，女儿才会在婆婆的偏心下活得那么小心翼翼。那天晚上，他跟林婉瑜说：“婉瑜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没放弃我，谢谢你带西西来这里。以前我太混了，总让你们受委屈。
以后我不会了。林婉瑜看着他真诚的眼神，笑了笑，好好过日子吧。他没说原谅，但行动上已经接纳了他的改变。夫妻之间，比起翻旧账，往前走更重要。只要他真的改了，这个家就会越来越好。后来有一次，陈志明打电话来借钱，说佑佑在学校把人打伤了，要赔医药费。陈志远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哥，你怎么能不管啊？那是你侄子啊！陈志明急了。以前我管的还少吗？陈志远语气平淡，这些年我帮你还了多少债，妈拿了我们多少钱补贴你们，你心里有数。以后你们自己的事自己解决，我有我的家庭要养，没义务一直帮你擦屁股。说完，他直接挂了电话。挂完电话，他看向林婉瑜，有点忐忑，我这么说会不会不太好？林婉瑜正在给西西检查功课，抬头笑了笑，没什么不好的，本来就是他自己的事。得到妻子的认可，陈志远松了口气，心里也轻松了很多。以前他总觉得作为哥哥要照顾弟弟，可照顾了这么多年，弟弟不仅没长进，反而越来越理所当然。现在他才明白，先顾好自己的小家才是最重要的。他主动把工资卡交给了林婉瑜，家里的大小事都跟他商量，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，他妈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他终于学会了站在妻女这边，虽然来得晚了点，但幸好还不算太晚。第11章，后悔被宠坏的金孙。转眼2年过去，西西上4年级了，成绩优异，性格开朗，还当了班长，画画比赛拿了好几个大奖。她再也不是以前那个缩在角落小心翼翼的小女孩了。她自信、阳光、爱笑，像她名字里的西字一样，像清晨的阳光。林婉瑜的事业也蒸蒸日上，成了分公司的副总，薪资翻了1倍。陈志远也升了部门经理，一家3口的日子过得蒸蒸日上。他们在高雄买了更大的房子，换了新车，每年都出去旅游2次，日子过得平静又幸福。而台北的陈家却是一地鸡毛，佑佑被张李招娣宠得越来越无法无天。小学3年级就敢跟老师顶嘴，跟同学打架，逃课去打电动。王淑芬管不了，骂孩子2句，张李招娣就护着，说男孩子调皮点正常，长大了就好了。结果长大一点更过分了，偷偷拿家里的钱去买游戏卡，跟社会上的不良少年混在一起，天天夜不归宿。陈志明夫妻俩天天吵架，互相指责对方不会教孩子。王淑芬怪婆婆太溺爱，把孩子宠坏了，婆婆怪王淑芬没本事，连个孩子都管不好。家里天天鸡飞狗跳，不得安宁。张李招娣身体也越来越差，高血压、糖尿病都找上门了。小儿媳天天给她脸色看，根本不照顾她。儿子天天忙着赚钱还债，也顾不上她。她一个人坐在阳台上，看着空荡荡的院子，总想起以前大儿子一家在的时候。那时候家里热热闹闹的，大儿媳会给她熬药，会给她买新衣服，孙女虽然不怎么说话，但也乖巧懂事。那时候她总觉得孙女是外人，金孙才是依靠。可现在呢？她疼了10几年的金孙，天天跟她顶嘴，要钱的时候才会叫一声阿妈，平时连正眼都不瞧她。她最不看重的孙女，却在远方越长越优秀。她听说西西考了年级第1，还拿了全市画画比赛的冠军。她也听说大儿子现在混得很好，当了经理，买了大房子。这些都是从亲戚嘴里听来的。她想联系，却联系不上，电话号码早就被拉黑了，微信也删了，她连他们住在哪都不知道。有一次她生病住院，给陈志远打了个电话，用别人的手机打的。陈志远接了，听到是他，沉默了很久，说我会打一笔钱过去，你好好养病，我这边工作忙，就不回去看你了。志远，张李招娣声音哽咽，妈知道错了，你带西西回来看看妈好不好？妈想你们了。妈，婉晴不想让西西回去，怕影响她读书。陈志远语气平淡，
再说了，西西回去你也不喜欢他，何必呢？我喜欢，我喜欢。张李招娣急忙说，以前是妈不对，妈不该重男轻女，不该苛待西西。妈现在知道错了，你让西西回来，阿妈好好疼她。太晚了，妈。陈志远叹了口气，西西现在很好，性格也开朗了很多。以前的事就别再提了，钱我会按时打给你，你好好照顾自己。没事的话，我先挂了。说完，电话就挂了。张李招娣拿着手机，老泪纵横。太晚了。是啊，太晚了。他亲手伤了孙女的心，也伤了儿媳的心。现在说后悔，还有什么用呢？他看着病房里忙前忙后的小儿子和小儿媳，看着他们脸上不耐烦的神情，再想想以前大儿媳的温顺体贴，心里像刀割一样疼。他这辈子拼了命的想要传宗接代，把金孙当成宝贝疙瘩，结果到头来，疼他的、能依靠的，反而是他最不看重的大儿子一家。而他捧在手心里的金孙，除了闯祸和要钱，什么都不会。这到底是图什么呢？张李招娣躺在病床上，望着天花板，眼泪不停地流。可惜世界上没有后悔药，所有的果都是他自己种下的因。第12章偶遇。亲戚口中的陈家。林婉瑜是在一次回台北出差的时候遇到以前的邻居陈安姨的。陈安姨拉着她聊了半天，一个劲的叹气。婉瑜啊，你是不知道，你走了之后，你婆婆过得可不好了。小儿子夫妻俩天天吵架，那个佑佑啊，被宠坏了，天天在外面闯祸，家里钱都被他败光了。你婆婆身体也不好，天天被小儿媳气，过得可憋屈了。她现在可后悔了，逢人就说以前对不起你，对不起西西，说还是你懂事，还是你孝顺。林婉瑜听着没什么表情，只是淡淡笑了笑。是吗？可不是吗？陈安姨摇摇头，你说她当初图什么啊？好好的儿媳不珍惜，好好的孙女不疼，偏疼那个不成器的小孙子。现在好了，大儿子一家走了，小儿子一家靠不住，晚景凄凉哦。大家都说这就是报应，重男轻女了一辈子，最后落得这个下场。林婉瑜没接话，报应不报应的，她不在乎，她只是庆幸自己当初及时走了，没让女儿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，不然的话，西西现在可能还是那个小心翼翼、自卑敏感的小女孩。对了，西西现在怎么样了？陈阿姨问。挺好的，读4年级了，成绩还不错。提起女儿，林婉瑜脸上露出温柔的笑。我就说嘛，你教出来的孩子肯定差不了。陈阿姨笑着说，女孩子怎么了？女孩子懂事孝顺，比不成器的男孩子强多了。你婆婆就是老观念，想不通。聊了一会儿，林婉瑜就借口有事先走了。走在路上，台北的风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可她的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了。她不再是那个围着家庭转、忍气吞声的陈太太，她是林婉瑜，是自己人生的主角，是女儿的依靠。至于婆婆的后悔，她一点都不同情。路是自己选的，后果就要自己承担。当初怎么苛待她女儿的，现在就该怎么承受后果。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早知如此。出差结束，回到高雄，刚到家，西西就扑了过来，举着手里的奖状，妈咪，你看，我数学竞赛拿了1等奖。陈志远跟在后面，笑着说，我们女儿可厉害了，全年级只有3个1等奖。林婉瑜抱着女儿，看着她骄傲的小脸，心里满满的都是幸福。真好，她的女孩在阳光里健康快乐的长大了，没有重男轻女的阴影，没有小心翼翼的讨好，自信又耀眼。这就是她当初拼尽全力也要带她离开的意义。第13章结局，各自的人生。后来张李招娣又托了很多亲戚来说情，想让陈志远带着西西回去看看她。陈志远问过林婉瑜的意见，林婉瑜说，你想回去看她，我不反对，毕竟她是你妈，但西西就不用了，我不想让她再接触那些不开心的事。
她不阻止丈夫尽孝，但也不会让女儿再回去面对那个重男轻女的奶奶。过去的伤害虽然过去了，但不代表不存在。她要保护好女儿的世界，让她永远活在阳光里。陈志远听了她的话，自己回去看过2次，每次回来都沉默很久。他看到他妈越来越苍老，家里越来越乱，心里也不好受。但他也知道，这都是他妈自己选的。他能做的就是按时打生活费，偶尔回去看看。再多的他也做不到了。他不可能再把妻女带回那个泥潭里，更不可能回到以前那种鸡飞狗跳的日子。至于小叔子一家，陈志远很少联系了，偶尔打电话来借钱，都被他直接拒绝。扶不起的阿斗，帮再多也没用，不如过好自己的小家。又过了几年，西西上国中了，出落的亭亭玉立，成绩优异，多才多艺，是老师同学都喜欢的好学生。林婉瑜和陈志远的事业都很稳定，感情也越来越好。周末一家人去爬山、看海，假期就出去旅游，日子平淡却安稳幸福。林婉瑜偶尔也会想起在泸州的那7年，想起女儿小心翼翼的眼神，想起婆婆刻薄的话语，想起丈夫一次次的和稀泥。那些日子像一场灰蒙蒙的雨，好在雨早就停了。她用自己的果断和勇气，带着女儿走出了那场雨，走进了阳光里。很多人都说她心狠，说婆婆再不好也是长辈，怎么能说断绝往来就断绝往来。林婉瑜从来不在意这些闲话，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她不是没有给过机会，她忍了7年，等了7年，是婆婆自己把她的耐心和情分一点点耗光了。作为儿媳，她仁至义尽；作为母亲，她必须保护好自己的女儿。如果远离，能让女儿健康快乐的长大，能让自己过得舒心自在，那断绝往来就是最正确的选择。女人这一辈子从来不是为了嫁人生子、伺候公婆而活的，也不是所有的忍让都能换来真心。遇到不值得的人，及时止损，才是对自己和孩子最大的负责。窗外的阳光洒进来，落在西西的书桌上。女孩正低头写着作业，嘴角带着浅浅的笑。林婉瑜站在门口，看着女儿的背影，嘴角也慢慢上扬。往后余生，他们母女的世界只有阳光，没有阴霾。至于那些渐行渐远的人和事，就随他们去吧。各自的人生，各自负责；各自的选择，各自承担。